好，我们接着上一集的视频来看下一集啊。上一集呢，我们玩的这个局面呢，三国局面。然后呢，中间的飞机场都没了，就剩这几个奶牛的地方。我就想把这几个奶牛摧毁，因为我的坦克没他多，他坦克多，他可以守住。中间还有10几个奶牛，等一下他空的这个奶牛可以换钱了。然后现在绿色呢也比较记恨我啊，因为上一集呢我打的这个绿色呢他比较记恨我，他要跟蓝色2个人联手整我，对吧？而且呢，蓝色现在是发展的最好的，因为蓝色很多辐射，很多游离，我还不是伊拉克啊，我造不了辐射兵。然后呢，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呢，偷偷摸摸又抓了一个奶牛过来，抓了一个奶牛过来。然后他发现我在中间抓奶牛，这绿色也发现了，直接蜘蛛过来咬死我的游离，你看把我游离咬死了。然后这个奶牛呢，奶牛在我家就不动了啊，我还有个游离，再把它控过来。然后他也在抓这个奶牛，赶快把这个奶牛咬死，不咬死被他抓了，他就有钱了，一个奶牛可以换2000。抓了以后呢，可以进复制中心了。然后这个绿色又在打我，我们先守住啊。现在中间没奶牛了，还有一个把它咬死，大家都没钱，大家的经济都没了。谁的存款花完了，谁就没钱了，因为没有油田，没什么矿，就是靠这个奶牛。他还抓了一个，还有最后一个，他进复制中心可以换2000了。我们再来一个蜘蛛，直接把这个奶牛咬死。咬死以后。这下好了吧，大家都没钱了，我还有2000多，那个下面呢好像还有一点点矿啊，我的牛车呢在下面采矿。现在他的存款也是有限的，他花完了他也没钱了，我们赶快把这个坦克呢修理一下。哎呀，这一盘我不是伊拉克呀，我是伊拉克就好了，我还能造点辐射兵啊，我造点辐射兵把他的那个油里全部给他烫死。这样的话，我造不了辐射的话，他那么多油里加辐射兵，我还不好整呢。因为这个地图呢是造不了铁幕的，也造不了核弹，造不了超级武器。然后他想来打我，对吧？看到我的坦克出门了，他想来打我，赶快回防。我是高地位，这个地图谁进攻谁吃亏啊，易守难攻。你别看他坦克多，他如果冲进来，我门口有3个地堡，还有油里堵住这个路口，他也不好冲进来啊。然后我想把这个绿色带走，但是绿色呢，他没钱了，我冲过去打他的话，他肯定守不住。但是我冲过去打绿色，我怕我坦克下不来啊，万一蓝色断了我的后路，我就回不来啊。所以说不行去打绿色，反正绿色没钱。这个蓝色呢想偷偷摸摸的采下面的矿啊，下面还有一点矿，他2个牛车想去采那个矿，然后我也没钱了，我赶快卖2个重工啊，先把他牛车赶走。这个蓝色坦克要比我多一点啊！如果他的坦克全部到下面去守住那个矿，保护那个牛车采矿，我就往蓝色家里冲，因为那个矿啊离他家比较远，蓝色坦克不敢全部下去，我就直接冲到蓝色家里去，直接把蓝色换死啊！所以说这个下面的矿呢，他保护不到，他去保护那个矿，我就往他家里冲。然后这个蓝色呢又想来打我，对吧？我们赶快到山头上来。然后我现在就剩1000多，我都不敢造东西了。我这1000多呢，我就留着修坦克，等下修坦克都没钱。他牛车过来，我直接用蜘蛛钻，坦克我也不下去了。你跟我拉扯对吧？等他采矿的时候我们再钻了，就跟他挑逗，你点我往后拉，然后趁他不注意走到屁股后面，滋溜，把他牛车给他钻了。看他采的矿也没用了，他拖回去修呢也来不及。然后呢，这边基洛夫过来了，我们防空赶快下来啊，先把他基洛夫打下来。他看到我打基洛夫，他坦克也到中间对吧？我们又回来，这个局面呢，千万不能急啊！谁急的话，就容易吃亏，因为你这个坦克都是绝版的，你死一个你就没法造了，因为没钱了，他也没钱，死一个就没钱造了。然后他又来了个牛车，偷偷摸摸的采矿，我这边装油里抓他，然后这边蜘蛛钻他的牛车，抓了他2个坦克，赶快上来。这边呢，他好像带着辐射来，赶快油里赶快走，他一蹲，还好烫死，没烫到我什么东西啊，只烫了我1-2个油里，赶快在门口甩4个地堡，把这个路堵住。然后他的基洛夫要来对吧？他想用辐射保护基洛夫，我这个防空呢就站在这边打他的基洛夫，再造个蜘蛛把他辐射咬死。他这个基洛夫呢想破我的地堡啊，把我的地堡破掉，他坦克想往上面冲对吧？这个地堡呢就把它卖掉，卖掉花一点钱，然后先把基洛夫打下来。打下基洛夫以后，然后绿色想冲，绿色他什么东西都造不了啊，绿色想冲，我堵住路口，把绿色坦克吃完。
嘿嘿，你冲不进来的呀。这个路口呢对我有利啊，然后绿色没钱了，直接投降，就剩我跟蓝色了。然后蓝色呢，坦克还是比我多，蓝色还有3星坦克，2个3星坦克。我们现在赶快把这个坦克修理一下。刚才把2个坦克打掉了，就是那个油里空的别人的坦克，我怕等下我油里死掉了，那个坦克还给他了，所以说我就把刚才油里空的坦克打死了。然后还有1000多的就赶快修坦克，这个1000多的就不能造坦克了，留个1000多的就留着修坦克，等一下没钱修了。家里的高科技跟基地车也可以卖啊，但是我现在不想卖，他没卖我也不卖，对吧？他如果把基地卖了，我也把基地卖了啊，卖了基地还能卖1500，但是卖了1500你也顶多就是造1个坦克。哎呦，他造了个基洛夫，但是没事啊，我还有6个防空，等一下我也造个基洛夫啊，现在不着急造。然后这个局面呢就僵持住了，对吧？僵持住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快进下，过了个10分钟，因为大家都没钱了，我把基地卖了，他也把基地卖了，然后大家都在这里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我就跟他说啊，要不我们就平局吧，你来吧，你不来我们就平局，反正我坦克少啊，我是劣势一方，我跟他求和，看他同不同意。我说你来不来？他说我不上当，我不来进攻。那我就跟他说了，你不来进攻呢，那就平局了，反正我坦克没你多，我有一点劣，有一点小劣啊。那你不来那就平局，对吧？我们平局，握手言和，反正都。然后我跟他说求和呢，他好像不太同意啊，因为他坦克多，他说我来了，我坦克修好了，我来进攻啊，你来进攻，那我就防守一下啊。如果他不来了，我就准备退了，跟他求和，2个人只要他同意求和，我就退了啊。然后他好像要来。因为他的坦克多，他有3星坦克，坦克多了他舍不得求和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他还有很多辐射兵，还有很多那个动员兵啊。然后你看，他也把重工卖了，基地卖了，因为重工没什么用，基地也没什么用，没钱什么都造不出来。他把好多东西都卖了，然后把那个辐射兵呢全部装到防空车里面了。他想用那个辐射兵啊，等下过来把我的油里烫死，把我的大兵烫死。然后你看他把东西卖了很多，造了很多油里，还有辐射，还有动员兵了。我现在没钱，我就12块钱，看到没有，什么都造不出来啊。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守住，等他来，对吧？他说他要来进攻，我们就等他来，你不来呢就平局。反正我的坦克没你多，你有3星坦克，他3个3星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有很多辐射，这里面呢估计装的是辐射。哎，先把你赶走。而且呢，我也有个基洛夫啊，他也有基洛夫，他有防空车呢，我也有防空车，我有6个防空啊，他也有6个防空，所以说这个局面呢，谁的坦克死完了，谁就守不住；谁的防空死完了也守不住啊，因为我也有基洛夫。然后呢，他好像要走这个前面进攻啊，我估计他肯定会用那个辐射先烫我一下，然后掩护那个基洛夫进来啊。所以说我们的防空一定要看住。哎呦，他又把东西卖了，他又卖了很多东西，然后造了很多很多的动员兵。你看，卖的就剩2个建筑了，造了很多辐射啊，造了很多动员兵啊。然后我也把高科技卖掉，因为他卖了，我也把高科技卖掉，我再补个防空啊。我怕基洛夫进来了，我再补个防空，然后呢再补2个，卖了高科技可以补2个防空，现在我有8个防空啊。然后我也想把重工卖了，兵营不能卖啊，因为你多1个坦克没什么用。我想把重工卖了，等一下造一点兵啊。我这个兵还是有点少，他这个兵好多呀，你看，我感觉他有机会还是能打得进来的。你看这个兵越来越多，有30多个动员兵了。不行，我也赶快把重工卖了。把重工卖了以后呢，我也造一点动员兵啊。我有副指中心，造1个也是造等于2个，它也是一个副指中心，1个兵营。哎呀，这边辐射过来烫我的兵，只能把这个坦克往后面走啊。然后有辐射的，他的坦克也不好进来，他就掩护这个基洛夫，又想炸我的地堡。然后我们的防空打他的基洛夫，分4个坦克去打他的辐射，不能让他的辐射靠太近，等一下把我防空烫了。他过来先用坦克打死辐射，打死辐射升那个3星，先把他基洛夫打下来啊。然后他看到我的大兵到后面去了，他要从广快堵住路口，我们这个基洛夫呢也炸路口啊，这个基洛夫就炸这个路口。他如果强行冲，你看基洛夫炸路口，你来冲呀。他看了一下冲不进来，然后赶快退回去。他这个大兵呢冲不进来啊，我有基洛夫炸路口，一炸一片了。然后他退回去呢，他想了一想，不行，还是打不进来，干脆求和算了。然后他就跟我打字啊，他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和棋吧。然后我就说不行的，我不同意求和了，这一次呢我要进攻了。然后我说你等一等，
你等一等，你不要退，对吧？我感觉你要死了，我有机会打得进去啊，因为他现在呢，虽然坦克跟我差不多啊，但是我感觉呢，我有机会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不要退，对吧？让我尝试一下，让我尝试一下，如果我打不进去了，我也退回来，我们再双方都同意求和，我们再求和啊。因为这个局面呢，我多他一个基洛夫啊，多他一个基洛夫呢，我觉得我有一点优势，因为这个基洛夫啊，万一我把他的防空整掉了，他没防空他就守不住啊，他坦克多没用，坦克多他打不进来啊，所以说呢，刚才我跟你求和，现在你跟我求和，我不同意，对吧？我不同意呢，我们想试一下看，这个局面呢，先不要着急啊，先把坦克修理一下，这个坦克很多一滴血的，先修理一下，然后他看到我不同意求和呢，他也在家里摆阵法啊。把那个大兵啊、坦克呀都停在那个山头上，你看到没有？摆好的阵法。哎，我们不着急，把家里的坦克全部修成满血，修成满血再进攻啊！感觉他的坦克呢还是比我多一点点了，他有3星坦克，但是多一点点呢，他不一定操作的赢了，因为我有很多动员兵啊。他站在高地，如果他走上面冲下来的话，我也可以掐住他的头啊！只要我把队形先摆好。谁先摆好队形，谁进攻谁吃亏。哎，不要着急，这个局面都已经打得这么久了，一定要先把坦克修成满血啊，然后我们再过来。他只有4个防空，但是我感觉呢，这个人呢，他刚才为了进攻我，把家里的建筑都卖掉了很多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就2个建筑，万一我冲进去把他的建筑一拆，他就死了啊！因为我有个基洛夫啊，他就4个防空，4个防空不一定守得住这个基洛夫啊。你看我特意还留了8个防空啊，还有2个1星防空，我的防空比较多，但是他基洛夫死掉了，我这个防空没什么用了。等一下呢，可以用这个防空吸收子弹了，可以当炮灰。他的坦克看上去还是比我多一点啊，如果他冲下来的话，容易被我掐住头。我已经把队形铺开了啊，他如果强行冲下来，他不一定打得死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有个基洛夫，对吧？他看得比较紧了，他不看紧一点，一旦我拐进去，把他的兵营炸了，把他的那个副指中心炸了，他就死了。然后我这里还有个有理，哎，有理空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等一下一不留神抓到他的防空，他死了一个防空，就3个防空他就守不住。但是我感觉呢，他4个防空守不住，我们的基洛夫直接往上面冲，然后有理挑逗一下，让他没时间操作那个防空，我们直接过去炸兵营。他的防空好像打基洛夫比较慢，然后我们的防空车赶快冲过去吸收他防空的子弹，坦克冲上去直接点防空，哎，点掉防空，基洛夫就砰的一声，哎，直接带走。